有神通者不一定是开悟者，开悟者一定具有神通。根据以赛斯的观点，神通者是指那些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而开悟者则是指那些具有高度精神觉醒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有神通者的人不一定是开悟者，因为他们的能力可能是出自于某些特殊的原因，而不一定代表他们已经达到了精神上的高度。相反的，开悟者一定是具有神通能力的人，因为他们的精神境界已经超越了常人，也因此具备了超自然的能力。但是以赛斯强调，这些能力并不是开悟者追求的目标，而是他们精神成长的自然结果。这个论述主要是强调开悟与神通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一定要有神通才能开悟。以下是一个可能的例子。假设有两个人，一个是一位神通者，他拥有特殊的能力，可以感知和影响物质和能量；另一个人是一位禅修者，他透过冥想和专注的方式开启了自己的心灵，开始了解更深刻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神通者拥有特殊的能力，但如果他没有经历过内心的转化和心灵的觉醒，他并不是一个开悟者。另一方面，虽然禅修者没有神通的能力，但他已经开始了解更深刻的真理，因此可以被视为一个开悟者。这个例子强调了开悟和神通之间的区别，以及这些概念可以独立存在。很真实，做自己的鲁伯。以赛斯在他的著作《为自己学说话》中谈到了做自己的鲁伯这个概念。他认为人们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来自社会、家庭、文化等方面的种种期待和压力，导致失去了真正的自我。而做自己的鲁伯的意思就是要努力去发掘和保持自己真正的本质和价值观，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从而做到真正的自我实现。换句话说，做自己的鲁伯就是要保持真实、独立和自主的思考方式，以及尊重自己的感受和意见，并且坚持做出符合自己内在价值观的选择。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也能让人更加自信和独立，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灵应盘。在以赛斯的教诲中，灵应盘是指一个能量场，它被认为是能够接收和发送心灵讯息的地方。根据以赛斯的说法，这个能量场是存在于身体和灵性之间的，可以帮助我们与自己的灵性或高我连接，并且接收来自宇宙的智慧和指导。以赛斯教导我们要通过冥想、深呼吸和放松等方式，去深入感受自己的灵性，进而与灵应盘建立联系。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目的和意义，并且获得更多的智慧和指导，以达到更高层次的成长和发展。灵应盘是以赛斯在其著作《心灵的自我探索》中提到的概念，意指一个人的心灵能够从无形的灵界中得到信息和指引，并透过灵感、直觉、梦境等方式传达到现实世界中。举例来说，一个艺术家在创作时，可能会感受到一股神秘的力量来源，让他创作出更加深刻、美丽的作品。这股力量可能来自于他的灵魂深处，透过灵应盘的方式得到启示和启发。另一个例子是一位创业家在创业过程中遇到了种种挑战和困难，但他始终相信自己的直觉和灵感能够指引他前进，并且透过灵应盘的方式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支持，最终成功实现了他的梦想。意识宛若一朵千瓣莲花。以赛斯的观点认为，意识是如同一朵千瓣莲花般的存在，每一个瓣片都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层次。这些层次可以是个人的意识层次，也可以是人类整体的意识层次，甚至是宇宙的意识层次。每一个人的意识瓣片都可以透过冥想、灵性练习等方式逐渐展开，并且与更高层次的意识连接，从而开启更深层次的人生体验。这个比喻可以理解为，意识是由许多小片段或小面向组成，就像莲花由许多花瓣组成一样。每一个小片段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但它们又都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最终形成了整体的意识。例如，在一个人的意识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情感、记忆、思想和感知，它们各自独立但也相互作用。
最终形成了这个人独特的意识体验。